我们家100平的老宅，你们一测量，硬生生变成80平，剩下20平怎么变成赵德彪的了？这就是你们说的公平公正？明抢，你们这是明抢！李涛啊，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们也研究过了，测量队的仪器那都是有误差的，你家少几平，老赵家多几平，都在误差范围之内，正常的。误差20平叫误差？刘队长，这是我家的房产证，还有我自己量的数据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我量了足足3遍，100平，1分不少，1分不多。老赵家跟我家一样大，公示表上多了20平，这20平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我家少的那20平？李涛，你这个测量毕竟不是专业的，测量队的仪器那是经过校准的，你这个全尺不准，那房产证呢？也不准吗？你家那房产证上的面积都是几十年前自己报的，也不准，还是需要重新量的。那行，那就让测量队再来量一次，量着我的面是多少就是多少。小李啊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占了你们家多大便宜似的。测量队怎么量的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我又没让他们多量，你要找测量队去。姓赵的，我没说你占了便宜，我说的是数据对不上。你家跟我家一样大，凭什么你家120，我家80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凭什么？你意思是说我作假了？我没这么说。你话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行了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李涛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们也了解过了。你家的房子西头是仓库，不能算住宅。赵会计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不觉得心虚吗？你看仔细了，我家这房子就3间连在一起的，西屋不住人。我放点东西，怎么就变成仓库了？就不是宅基地了？这样吧，李涛，你说的这个情况，我们再核实核实，等拆迁正式登记的时候再重新量一遍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什么时候正式登记？快了，也就这个把月。缓兵之计，可我又能怎么样？翻脸，闹，我一个人对面3个人一条心，闹大了，他们拖着我1天2天，1个月2个月，我在城里还有店要开，还有房租要交，还有贷款要还，我耗不起。行，那就等正式登记的时候再量。刘队长，这话你说的，我记着了。这个李涛不好糊弄啊。哼，不好糊弄又怎么样？一个开小卖部的还能翻出天去？喂，涛哥，昨天第2次拆迁登记，你怎么没回来啊？什么？昨天村里第2次拆迁登记，1天就弄完了，你不知道？李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第2次登记的事儿，为什么不通知我？这个事儿啊，我们是统一通知村里的，可能村里漏了你家。你家不是没人吗？你妈也不在。我妈一直在村里。你们通知了谁？老赵家通知了没有？隔壁王家通知了没有？都通知了，就漏了我家。小李，你别激动，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工作失误。失误？当初你们怎么说的？等正式登记的时候再量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。现在登记完了，你们量了没有？我家面积是多少？你们量了吗？李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在这闹算怎么回事？我闹？我家20地没了，40万块钱没了，你们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，登记完了才告诉我，这叫工作失误。李涛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闹事儿！我今天就闹了。乡亲们，你们都来评评理。我家宅基地100平，村里给我登了80，老赵家跟我家一样大，结果变成了120。
20平40万呢！你们可都好好看看自己家登记的面积，别少了都不知道。李涛家的地确实跟老赵家一样大。老赵家在县城里有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点声。都散了，都散了。李涛，你进来，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谈怎么再骗我一次？你这么闹，要是把拆迁的事搅黄了，我饶不了你，全村的人都饶不了你。你家的事儿重新核实，重新登记，你满意了吧？暂缓。姓刘的，这话你说了第2次了，第1次我信了，结果你们把我家漏了，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？我警告你，继续闹下去，你没好果子吃。等着看咱们谁没好果子吃。回到城里，我一夜没睡着，脑子里全是白天会议室内的画面：刘德贵的手指，赵德茂的账本，赵德彪的2郎腿。他们凭什么？凭赵德彪是搞砂石生意的，在县里有关系；凭测量员赵德茂是他赵德彪的亲戚；凭刘德彪和赵德威有见不得人的利益关系。可他们难道不知道，这世界不是他赵德彪一个人说的算的？我翻出手机，翻到一个存了好久的号码。正义哥，本地维权网红，几十万粉丝，专门帮老百姓曝光那些黑心事。我在他直播间蹲了小半年，看他帮农民工讨薪，帮业主维权，在本地有一定影响力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拨了过去。喂，哪位？我正义哥，我叫李涛，有事想请你帮忙。我把宅基地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，他听完沉默了2秒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过来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翻出电视台的热线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生。听完我的讲述，您反映的情况我已记录，需要上报领导，请您等消息。好的，我等消息。正义哥来得很快，他30出头，微胖，戴眼镜，穿着一件黑色卫衣，帽子反扣在头上。进店的时候四处打量了一圈，然后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。材料呢？我把准备好的东西摊在柜台上，宅基地草图、自己量的数据、老房产证照片、公示表的截图、村里登记的记录，一条一条清清楚楚。正义哥一张一张看，看得很仔细。看到赵德彪家比我多20平那一段的时候，正义哥抬起头，推了推眼镜。你确定2家一样大？确定。老宅一地的界石还在，我拍了照片，老档案也查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行，这事儿我管了。他拿出手机，对着那些材料拍了半天，又让我对着镜头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。我有些紧张，说话磕磕巴巴的。他说没事儿，后期会剪。当天晚上，正义哥的视频发出来了。正义哥视频标题：拆迁少了20平，邻居多了20平，谁动了我的宅基地？视频里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配上自己拍的照片、档案复验件、公示表截图。正义哥在旁边解说，声音铿锵有力。一个开小卖部的普通人，为了给家里讨个公道，自己拿着全尺量了3遍宅基地，20平，40万块钱，就这么没了。乡亲们，你们说这事儿需不需要一个公道？视频发出去以后，我守在手机前，看着播放量一点一点往上涨，1000、5000、1万、3万，评论区里骂声一片。这也太黑了吧！明目张胆的欺负人。赵德彪家肯定有人撑腰吧，不然怎么敢这么干？那些村民肯定也有问题，一伙的。支持李涛，干到底！涛哥，视频被限流了。我拿出手机查看，果然，视频在某平台播放量停在4万多就不动了，再刷新，还是4万多。没事儿，4万多人看到了也够了。我再想想办法，不行换个平台发。好。紧接着，电视台那边也来了消息，说记者去测量队采访，却连测量队大门都没进去。刘德贵带着人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是没有上面允许，不能随便接受采访。记者磨2个小时都没得到采访机会，只能无功而返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。他们连媒体采访都敢拒绝，可更让我没想到的事儿还在后面。凌晨5点，手机突然震动，正义哥开了直播。我点进去，就看见他坐在镜头前，脸上没了往日的愤怒。各位网友，
关于李涛家拆迁面积的视频，是我被当事人李涛蒙蔽，没有调查清楚就盲目发言，根本不存在面积少登的问题，是李涛自己测量有误，恶意造谣。我已删除原视频，在这里再正式跟他发家道个歉。对不起。屏幕里，正义哥鞠躬道歉，始终没敢看镜头。我握着手机，指节泛白。昨天还拍着胸脯说这事儿我管定了的人，今天就变成了捅向我的一把刀。正义哥不再正义，我没有怪他。我知道，正义哥也是普通人。也要吃饭，也要养家，他可能是被人威胁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毕竟赵德彪在县里有人，县城婆罗门是真实存在的，正义哥也只能不正义。当然，也可能是有人找上了他，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无论怎样，这一刻我心里很疼。疼的不是正义哥反水，疼的是原来普通人想讨个公道，真的这么难。正义哥反水之后，网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一夜之间消失了，视频被删了。帖子被锁了，连几个转发视频的本地公众号都删了文章。我点进去，只剩下空白的404页面。他们不仅能压下新闻，还能让几十万粉丝的网红反水。我坐在小卖部里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，忽然觉得很可笑。40万而已，居然让他们动用了这么大的力量。我一个开小卖部的，没权没势，拿什么跟他们斗？可一想到那20体地，一想到刘德贵说工作失误时的表情，一想到正义哥在镜头前念稿子时躲闪的眼神，我心里的火就烧得更旺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，做梦！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，可还没等我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，麻烦先找上门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店里整理货架，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赵德彪带着3、4个人走了进来。李涛啊，还没睡呢？你这店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赵叔，有话直说。行，那我直说，拆迁那个事儿，你闹也闹了，视频也发了，该消停。你家的面积，测量队会按80平算，该多少补偿就多少补偿。你要是再闹，小心那80平也没了。凭什么？凭你家的宅基地，当年分地的时候就有争议，那块地原本是村里的公用地，后来划给你家的，手续不全，真要翻老账，那块地都不一定是你家的。赵德彪在威胁我。赵叔，那块地分了30多年了，档案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现在说不是我家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档案是可以改的，关键是看谁在管档案。赵叔，我这儿有监控。有监控又能怎么样？我跟你聊天犯法了？李涛，我劝你想清楚，你开小卖部的还想跟我斗？我站在柜台后面，只感觉一口气堵在胸口，闷得发疼。我就这么坐在柜台后面，一直坐到天亮，坐到外面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。有人卖早点，有人赶着上班，有人遛狗，有人送孩子上学。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一天。可对我来说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赵德彪昨天那番话，等于是跟我彻底撕破了脸。继续闹下去，可能连剩下那80平的宅基地都保不住。我该怎么办？认了，把这个亏咽下去，拿80平的钱继续开我的小卖部，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对于我来说，已经不是刀钱多钱少的事情了。可继续闹下去，我一个人拿什么跟赵德彪斗？他仗着这些年在村里挖沙赚的钱，在县里大搞关系，认识了不少所谓的朋友。有钱有势，谁都不敢得罪他。我一个开小卖部的，能翻出什么浪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想起我爸。涛啊，爸没用，这辈子也就给你留下这么一栋房子。好在过2年要拆迁了，100平也能给你在城里换套房了。我抹掉眼泪，站了起来，不认，死也不认。第2天一早，我便去找律师。县城不大，律师事务所就那么几家，我挑了一家门面最小的，因为门面小，收费应该也便宜。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律师，姓林，戴眼镜，说话很快。你这个事儿，证据是有的，但问题是什么？宅基地的事儿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。如果村里咬定当年只是临时划给你家的，没有正式手续，那你确实有风险。可那个地用了30多年了，档案上也写了。所以我说证据是有的，但你要告，就得告村里，告测量队，告赵德茂，这不是一件容易得事儿。
你一个普通人跟他们打官司耗得起吗？耗不起也要耗。那我给你写起诉书，不过我先说好，这个官司可能要打很久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从律师事务所出来，我站在街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忽然觉得很孤独。林律师说的是实话，打官司耗时间、耗精力、耗钱。我一个开小卖部的，一个月挣几千块，拿什么耗？可我没有退路。我爸说过，人活一口气，那口气要是没了，人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没有直接回店里，而是开车回到了村里，不是去村委会，是去找人。我在村里长大，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城里开店，但村里的人我还认识大半。谁家跟谁家有矛盾，谁家被谁家欺负过，谁对赵德彪有意见，谁对赵德彪不满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我先去找了老孙头，老孙头今年65，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。前些年赵德彪挖沙占了他家2分地，说好给补偿，到现在都没给。他去找过赵德彪，赵德彪说再等等，一等就是3年。我买了2瓶酒，去了他家，他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见我愣了一下。李涛，你咋来了？孙叔，我来跟你聊聊。你那个事儿我听说了，赵德彪那狗东西不是个玩意儿。孙叔，你家那2分地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3年了，补偿款还没给。孙叔，咱们这些人单打独斗，谁都斗不过他们。可咱们要是站在一起呢？你想干啥？我想把咱们这些被欺负的人都聚到一起，一个人说话没人听，10个人说话，他们就不能装听不见了。这是当年挖沙占地的记录，还有赵德峰写的欠条，3年了，我找了他10几次，他每次都推，拿去。要是真能讨回公道，算我一份。从老孙头家出来，我又去了老王家。老王的老婆前年生病，花了10几万，把家底都掏空了。村里有困难补助，他申请了3回，1回都没批下来。后来才知道是赵德彪从中作梗，只因为赵德彪想要买他家的地挖沙，他没同意。我去的时候，老王正在院子里劈柴，他看见我，停下斧子，擦了擦汗。李涛，你那事儿我听说了，咋还没解决？王哥，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。啥忙？站出来跟我一起，不光是帮我，也是帮你自己。你家那困难补助的事儿你就甘心？我知道你怕，我也怕，可咱们越怕他们越欺负咱们。老王，你老婆生病的时候你去求他们怎么对你的？行，我跟你干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挨家挨户的跑，有些人把我堵在门外，说不想惹事儿；有些人说算了，认命吧。但也有些人跟我一样，咽不下那口气。老张56岁，同样是家里地被赵德彪挖沙占了1亩地，补偿款拖了2年没给。小周30出头，在城里打工，家里的土被赵德彪家挖沙铲车压了一遍又一遍，硬的地都种不了。他小周去找赵德彪理论，反倒被打了一顿，最后1分钱补偿没给，还要拎着东西去给赵德彪道歉。1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，到第4天晚上，我的微信群里有了9个人，9个人分布在村子各处，有在家种地的，也有外出打工的，做小买卖的，都是普通老百姓，都是被赵德波欺负过的人。各位，咱们这些人单个拎出来，谁都斗不过他。可咱们要是站在一起，9个人，9张嘴，9双眼睛，他们能封住1个人的嘴，封不住9个人的。涛哥，你说怎么干，我听你的。我握着手机，鼻子有点酸。这些人跟我非亲非故，他们站出来，不是因为我李涛有多大的面子，是因为他们也憋着一口气，也想要一个公道。有了人，下一步就是收集赵德彪做坏事的证据，最好能够找到他在县里的关系，一网打尽，否则做再多也没用。我发了一条群消息，让群友们发动关系，去打听打听赵德彪跟什么人有来往，这样才好对症下药。看到我的消息，老孙头最先回复：赵德彪在村里挖沙这么多年，我不信他税务没问题。前年上门来查账，他说账本丢了，后来居然不了了之。我认识一个在县城开饭店的老板，那老板说赵德彪经常去饭店吃饭，每次都是签单，签的还都是村里的名，1年下来不少钱呢。赵德茂的老婆去年住院，花了不少钱，我听人说那钱也是从村里账上走的，具体多少不知道。零零碎碎的信息总结起来，这3个人没一个是干净的。我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记下来，记了满满3页纸，还不够，这些只是传闻，当不了证据，要让他们认账，得有实打实的东西。
有没有办法能弄到赵德彪的账本？赵德彪的账本从来不离身，想弄到难。我表妹给赵德彪家工人做饭，我让他留意留意。等待消息的那几天，我也没闲着，开始整理证据，去村里拍照，赵德彪挖口粮田的证据，占用村里公用地的证据，还有我自己家宅基地的草图，自己量的数据，老档案的照片，公示表的截图，一条一条分门别类，做成一个文档。正义哥虽然反水了，但他做的那期视频我存下来了。我把视频发给群里的每个人，让他们想办法，因为这也是证据。这视频拍的真好，那个网红咋就反水了呢？我没回他。正义哥的事儿，我心里有疙瘩，但我不想多说。他有他的难处，我有我的路，路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老孙头把那期视频发到了他的朋友圈，然后老张转了，老王转了，小张转了，9个人9个朋友圈9条转发，1传10，10传100。到第二天中午，那条视频的播放量又涨起来了，不是通过正义哥的账号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朋友圈一个一个转出去的，评论区又热闹起来。这不是之前被删的那个视频吗？怎么又出来了？这个李涛还在闹啊！支持赵德彪这种人就该曝光，一个人闹有什么用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就是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。我看着那些评论没有回复，他们说的对，一个人闹确实没用。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视频重新传播开之后，村里坐不住了。刘德贵给我打了电话，这是他把我们漏了之后第一次主动联系我。李涛啊，那个视频你又发了一遍。刘队长，那不是我发的，是别人转发的。李涛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，继续闹下去对大家都不好。我闹？刘大队长，我家那20畦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家的事我已经说了，重新核实，重新登记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要的是一个准话，什么时候核实，谁来核实，核实的结果谁来保证？李涛，你是不是跟老孙头、老王他们搞了个什么群？刘队长，我跟谁来往不归你们管吧？是不归我们管，但我劝你一句，别拉着别人一起。你一个人闹，最后顶多是你自己的事儿；你拉着一群人闹，最后害了别人，你担得起吗？刘队长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们心虚了对吧？哼，随你怎么想，好自为之吧。李涛，赵德彪今天来我家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家拆迁的事儿，补偿款马上就能下来，让我别再跟着你闹，还说要是继续闹，那笔钱就别想了。孙叔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除非他之前欠我的钱先打到我卡上，然后呢？糟了，李涛，他这是要各个击破啊！孙叔，你先休息，锁好门，这事儿我想想办法。刘德贵这一手太毒了，他知道我们9个人不是铁板一块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，自己的顾虑。他一个一个找上门，给点甜头，再给点威胁，总有人会扛不住。李涛，对不住，赵德彪昨天找我说，只要我不跟着你闹，他挖占我家地补偿款，月底就给我。我老伴儿还在医院躺着等钱做手术，我真的耗不起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能怪他吗？我有什么资格怪他？3分地的补偿款，救命的手术费，对他来说，那就是天大的事儿。老张是第1个，会不会有第2个、第3个？担心的事儿很快就应验了。第3天又有人退群了，这次是老李，他没给我发私信，直接退了。我打电话过去，他没接。然后是第4个人、第5个人，到第5天的时候，9个人的群只剩下了4个人，我、老孙头、老王、小周，4个人撑着一个群，群里安静的可怕。李涛，还干不干？还干不干？9个人变成4个人，下一个会不会是老孙头？再下一个会不会是老王？最后只剩我1个人，还干不干？我又想起我爸，想起他蹲在宅基地边上做农活的样子。4个人力量小了，但更纯粹了，留下的人都是铁了心要干到底的。李涛，人少了也好，人少心齐。对，那几个人走了，咱们4个一样干。涛哥，你别有压力，我们既然留下了，就不会再走。我看着那几条消息，
眼眶有点热。这些跟我非亲非故的人，为了一个公道站在我身边，我有什么理由退缩？行，那咱们就4个人干，4个人也要干出个样子来。我有个主意，他们不是怕咱们发视频吗？咱们就发，不光发视频，还发传单，把刘德贵、赵德彪、赵德茂干的那些事儿印成传单，到县城去发。对，人多的地方发，菜市场、超市门口、步行街，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。我认识一个开打印店的，可以帮咱们印，成本价。好，就这么干。传单是小周弄的，他那个开打印店的朋友听说了我们的事儿，1分钱没烧，印了1000份。传单上印着大字“还我们公道”，下面是赵德彪3个人干的那些事儿，一条一条清清楚楚。传单最下面是我们4个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老孙头说这叫实名举报，我说这叫豁出去了。发传单那天是周六，我们4个人1人250饭，分头行动。老孙头去菜市场，老王去超市门口，小周去步行街，我去汽车站。汽车站人来人往，都是赶路的。我把传单塞到等车的人手里，有人接过去看了看，有人直接扔了，有人看完了塞进口袋。刘德贵，这不是给我们村量宅基地测量队队长吗？赵德彪，我认识啊，做砂石生意的吧？这事儿真的假的？这事儿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上面写的每一条都有证据。有人拍了照，有人发了朋友圈，有人问我要联系方式。我在汽车站站了3个小时，250份传单发完了。中午，我们4个人在小周朋友的打印店碰头，老孙头的传单也发完了，老王的也发完了。效果怎么样？有人拍了照，有人说要帮我们转发。超市门口人太多了，一会儿就发完了。步行街那边有人认出赵德彪了，说他欠了别人货款没给，也打算闹呢。我们4个人坐在打印店里，喝着矿泉水，累得说不出话，但心里是热的。传单的效果比我们想象的快，当天下午刘德贵就知道了。当天下午，刘德贵就知道了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人把传单拍了照，发到了村里的微信群里。那个群有200多人，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在里边。传单一发进去，群里炸了锅。这上面写的真的假的？赵德彪拖欠补偿款，这个我信，我家也被拖过。赵德彪签单吃饭记村账，这也太黑了吧！赵德茂老婆住院走村账，有证据吗？这是造谣，是污蔑，谁发的？站出来！没人理他，然后他把群解散了，但晚了，截图已经被人转出去了，1个群没了，还有10个群，10个群没了，还有朋友圈。到晚上，那条传单的截图在县城的朋友圈里传开了。赵德彪给我打了电话，这是传单事件之后，他第一次直接联系我。这是传单事件之后，他第一次直接联系我。李涛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赵叔，我清醒得很。你印传单污蔑我，你等着，我告你！污蔑，亏你说得出来，告啊！我传单上写的每一条都有证据。你签单吃饭记村账，饭店老板可以作证；你霸占我家宅基地，老档案可以作证。你告我，正好咱们法庭上见。李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。我要那20平地，要一个公道。你做梦！那就走着瞧。喂，我把电话挂了。这一次是我先挂的电话。传单事件之后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，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。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家的宅基地也被少登了面积。白天，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家的宅基地也被少登了面积。有人说他家的拆迁补偿款被克扣了，钱到现在没影。有人说村里的困难补助从来没放到真正困难的人手里。我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拉进群里，4个人变成6个人，6个人变成10个人，10个人变成15个人，15个人分布在这个县城的各个角落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开出租的、卖菜的、在工厂上班的、做小生意的，都是普通老百姓，都是被欺负过的人。群里热闹起来了，有人发来新的证据，有人提供新的线索，有人主动要求去发传单。李涛，咱们这队伍又壮大了。是啊，刘德贵想各个击破，可他忘了这村里不止咱们几个被欺负过。但刘德贵也没闲着，消防就这家，他开始了反击。但刘德贵也没闲着，消防就这家，他开始了反击。先是我小卖部所在的街道，有人来查消防，消防的人说有人举报我的灭火器过期了，可我的灭火器明明是刚换过的。然后是卫生检查，说有人举报我的店卫生不合格，可我每天都把店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知道这是刘德贵搞的鬼，
他想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耗我的精力，耗我的时间，耗我的钱。群里其他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，老孙头家门口被人倒了垃圾。别慌，他们越是搞这些小动作，越说明他们怕了。咱们没干违法的事儿，他们拿咱们没办法。稳住！咱们没干违法的事儿，他们拿咱们没办法。稳住！话是这么说，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意外的转机出现了。小周在群里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赵德彪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家饭店门口说话。那个陌生男人小周认识，是县里搞拆迁的包工头，姓马。老马，这是10万，你先拿着，等拆迁工程拿下来，还有10万。赵哥，你放心，我都已经打点好了，你们村的拆迁工程肯定是我来做，到时候你家那房子我按最高标准算。我操！行贿！赵德彪跟拆迁的勾结，难怪他敢多报20平，原来是有恃无恐。赵德彪，你死定了！小周，这视频怎么来的？我开出租，今天刚好拉到那个马包工头，他下车的时候我行车记录仪没关，拍到了，我当时没注意，回来看视频才发现的。这是实打实的证据，赵德彪行贿拆迁包工头，串通骗取拆迁款，有了这个，20平的事就能翻盘。李涛，这下他们跑不掉了。这个视频是咱们的王牌，你一定要保存好。我明白，我立刻让我儿子给我存到电脑里去。好。不行，这视频是行车记录仪拍的，角度不太好。赵德不给钱的动作倒是拍到了，但看不清给的是不是钱。赵德彪给钱的动作倒是拍到了，但看不清给的是不是钱。他们要是狡辩说是别的，咱们就被动了。那怎么办？再等等，赵德彪和那个马包工头肯定还会有来往。小周，你开出租，帮我留意着点，要是再看到他们在一起，想办法拍清楚。行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我们拍到新的证据，赵德彪自己先坐不住了。李涛，还没打烊呢。快了，赵叔有事儿。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忽然想起来乡里乡亲的，有些东西攥在手里是福是祸，得想清楚。小周行车记录仪里怕是拍到了些不该拍的吧？行车记录仪？赵叔，您是不是听差了什么？我不明白您意思。行，跟叔这打哑谜是吧？我最后问一次，那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赵德彪，你听好，你今天动我的电，明天你干的所有事儿就不只是行车记录仪里那点儿。我会让全县的人都知道你是怎么吃里扒外坑害乡亲的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行，你有种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谁先撑不住。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店里，慢慢蹲下来，捡起地上的零钱，手还在抖。店被砸的事，我没告诉群里的人。现在群里人心本来就有点慌，再知道我店被砸了，可能又有人要退群。但我低估了赵德彪，他砸了我的店，又去找了其他人。老孙头家的窗户被人砸了，老王的电动车被人放了气，小周的出租车被人划了，几个人都有些慌。李涛，这怎么办？他们来真的了。我家窗户被砸了，我老婆吓哭了。我出租车被划了，修车就要好几千。我看着群里的消息，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我知道，这是赵德彪在施压，他想让我们内讧，想让我们互相埋怨，想让我们自己散伙。各位，赵德彪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？他怕了。各位，赵德彪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？他怕了，因为咱们手里有他的把柄，他越是这么做，越说明咱们走对路了。对，他就是怕了。我老婆说了，窗户碎了换新的，没事儿，车划了就划了，等我拍到更清楚的，看他还能蹦跶几天。我看着那些消息，鼻子一酸，但赵德彪的手段不止这些。第二天，群里又有人退群了，这一次是2个人，一个说家里老人不让闹了，怕惹祸上身，一个说老婆以离婚相逼，实在扛不住了。15个人变成了13个人，然后是12个人、11个人。我看着群里的人一个一个减少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不是怪他们，他们有家要养，有日子要过。不是怪他们，他们有家要养，有日子要过。赵德彪这种无赖
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而到了现在还能留下的，都是真正铁了心想要搬到赵德彪的。老孙头、老王、小周，还有另外5个人，8个人。谢谢你们留下。谢啥？一个土埋半截的人早就活够了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老婆说了，这次要是再认怂，以后就别回家了。涛哥，别说了，干就完了。没想到，就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，转机来了。小周发了一段新视频，这一次拍得清清楚楚。赵德彪和刘德贵在饭店包厢里吃饭，桌上摆着酒菜，2个人推杯换盏。老刘，这是10万，事成之后再给10万。你放心，你们村的拆迁我肯定按最高标准算。你家那房子面积我再给你多报30平，多出来的补偿款咱们5-5分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这怎么拍到的？我认识饭店的服务员，给了他200块钱，让他把手机放在包厢里拍的。我操，这下看他怎么狡辩。我操，铁证如山，赵德彪完了，这下看他怎么狡辩。我把视频看了3遍，然后决定不把视频发到网上。我知道赵德彪在县里经营了几10年，关系盘干错节。我要是直接发到网上，他可能还有办法压下去。正义哥的视频被限流，传单的事被压下去，都是前车之鉴。正义哥的视频被限流，传单的事被压下去，都是前车之鉴。我要让这段视频发挥最大的作用。明天上午10点，测量队门口集合。干啥？讨公道。第2天上午10点，我们来到测量队门口，我手里拿着一个 U 盘，里面存着那段视频。刘德贵和赵德彪从里面出来，看见我们8个人，脸色变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来是想请你们看看一段视频。这视频哪儿来的？这哪儿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赵德彪幸会你受贿骗取拆迁款。刘队长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哪儿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赵德彪行贿你受贿骗取拆迁款。刘队长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个事儿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不需要了，你去跟警察交代吧。李涛，你冷静点，我要是出事儿，你们村拆迁的事儿就得无限期推迟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很冷静，姓赵的，材料我早就提交上去了。我今天来不是来闹的，就是来通知你。